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他最近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啊，突然的，在1月29号，这个行政命令呢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根据这一道行政命令的内容呢，是美国将会针对所有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收取高额关税。川普还指控他说古巴境内设有俄罗斯最大的海外情报设施。专门在窃取美国国安资讯，更指控古巴替真主党、哈马斯这些跨国恐怖组织提供相关的庇护。可是古巴这边也不示弱啊，目前古巴的国家主席卡内尔反控美国对古巴实施这个石油封锁是法西斯主义、犯罪，还有种族灭绝，暴露出了这美国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本质。而古巴的外长呢，则是在1月30号也对外宣布，为了因应美国的威胁，古巴也进入国际紧急状态。现在大家都把这个紧急状态拉出来，好，古巴还说这是国际的态势啊，这不只是古巴国家本身，而是国际上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但这样做是不是要号召中南美中跟古巴相关，特别是亲古巴的左翼国家，在此时有机会能够来出手相援呢？马老师。我觉得这个相不相远跟左不左翼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是这个。只是先拿出来讲。对，但是我想古巴现在为什么川普会对他这么的咬牙切齿？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俄罗斯在这边有情报站，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有一个141项目，就是这个141 Project， 这个 project 里面替中国在古巴设定了这个监听站。那这个监听站从2019年到2023年，就是现在的总统这个卡内尔他执政的期间，2021年上台以后，其实扩张了4倍所以我觉得美国没有办法容许有其他域外的大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特别是这一次 NSS 把这个西半球当成是美国势力范围，那美国没有办法允许域外的大国在西半球的事务里面插手。特别是中南美洲，那现在偏偏中俄不断在这边有这个军事活动跟插旗，然后2025年就去年10月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也通过跟古巴的这个军事合作协议。那我觉得这些迹象全部让川普政府会觉得这个地方在搞这个共产党的复辟。或者是这个过去共产国家的这个联盟，那我觉得川普是没有办法容忍这些，然后其他我觉得都是枝微末节的理由。那他的方法其实就很简单，就是限制古巴的石油进口。那这件事情对古巴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过去委内瑞拉可以稳定提供它，但这个马杜罗被抓以后没办法。墨西哥现在已经被美国政府说服了，就不卖了。那墨西哥政府这2天说不卖。古巴石油，那剩下来就哥伦比亚也被川普收复，所以在看起来现在周边国家并没有任何国家敢去援助古巴的状况底下，也就是说，美国把整个拉丁美洲划分很清楚，说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是，然后我觉得中俄有一点难插手，因为中俄在这附近没有军事基地，鞭长莫及。对，鞭长莫及。然后他要援助这个石油过去的话，也要经过海运，基本上美国的海巡基本上还是可以拦。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远水救不了近火啊。那当然，在联合国层次或国际社会层次，这2个国家可能会帮古巴说些话，但是我觉得终局来看，还是要看卡内尔最后跟川普他们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可能还是要靠谈判，要不然古巴我觉得他不太容易承受这一波的制裁。从现实上面，就是说，即便是宣布进入了国际紧急状态，但对于古巴来讲，其实效用都不大。效用不大，因为他不是国家紧急状态，他也没有开始动员，他只是外交部长发一个声明说，现在这个古巴陷入一个国际，也就是说对外环境上面的紧急状态，他们要赶快处理。但是外交途径，我相信还是以沟通为前提，而不是以军事为优先。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做法，其实对于委内瑞拉也好，对于古巴也好，其实好像是都是如出一辙哈，就是都是封锁，把它。这个尤其是在经济上面进行封锁哈，这次对于这个古巴的石油禁运哈，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古巴的要害，古巴的主要石油来源呢其实是墨西哥啊。根据这个墨西哥国营石油公司的最新报告表示呢，这个2025年1月到9月30号这段期间，墨西哥每天向古巴运送将近有2万桶的石油，而讲到了石油啊，其实在距离古巴不远的委内瑞拉外海。
现在在这个海域当中呢，有着大量悬挂像俄罗斯、巴拿马还有伊朗等国国旗，来规避美国制裁载运石油的一个这个船运的船队哈，那被外界形容说是影子舰队。那追踪全球石油的产业情报分析机构叫 Kepler， 他们就估计说，影子舰队包括大约有1470艘油轮，在2025年里面呢，总共运输了37亿桶的石油，占全球原油流通量的6%到7%，所以这个量还算蛮多的哈。那古巴附近有这个大量的影子舰队，他们会是变成现在美国说要进行石油禁运规避这样的其中一个方法吗？当然这会是一个办法，但是就要看实际上美国的自己本身的决心有多大。因为其实因为古巴就在美国旁边，当然其实古巴长久以来从这个古巴飞弹危机以后就长期受到美国的这个封锁哈，它本身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财政状况其实真的也非常非常的不好。是。那当然在这一次哈，那个川普看起来似乎是要彻底解决古巴的问题啦，感觉啦，对，因为毕竟你看像那个Pompeo不是就是美国现在国务卿基本上也是那个古巴裔的哈。所以对于对，所以对于这个那个川普来说，他当然是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古巴等于说长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方的这个重要隐患能够一次处理掉。但是当然，这个影子舰队是不是能够长期以往也的确提供了这个古巴相当多的这个燃油等等。那但是你说这个东西那个他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强力的用政策上来进行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些影子舰队，我相信在这个当下也必须要去避其锋嘛，对不对？如果美国雷厉风行说你现在如何，如果你不如何我就如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从事海上贸易的人来说毕竟这个钱要赚，但是如果这个生意是一个杀头的生意的话，它虽然说我们常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今天这个那个买卖真的是要变成一个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为美国就有可能会对这些影子舰队的船，因为你看最近委内瑞拉这一段美国对于这种在海上这些船进行了相当多的这种那个登船临检以及逮捕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美国海岸防卫队或者是你边境那个巡逻警察队等等在那个加勒比海附近对于这种所谓的影子船，因为这种影子那个舰队它本身是这种所谓一般的这种挂这种各种那个其他第三方国旗这种权益轮在这边跑来跑去，那对于美国来讲，他如果掌握了确切的情报，针对其中的船开始挑几艘开始下手，很容易就引起这种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也就是今天真的有人被抓了，那这时候其他人就会在这个短暂的时间要开始避这个风头。所以古巴这一波如果说他要能够躲过美国的这个强力的这样一个行动的话，我个人觉得难度很高啦。因为你看像委内瑞拉，即便那个川普铺陈了半年，最后还是真的动手，对不对？那对于这个古巴来讲，古巴在佛罗里达州南边是美国长期让他非常头痛的一个隐患。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那个川普发现对付委内瑞拉的方式有效，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就有可能同样的对古巴来复制？我请教，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杀身之祸，因为大家还是要稍微避一下对，他之前对委内瑞拉，他是用美国这方面是用缉毒因为怀疑是走私毒品，他用这样的名义去对付，甚至采取了军事行动。可是现在我们讲的影子舰队，它是运油，对，但如果今天你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到后果，因为我们讲的影子背后是有中俄的影子啊。对，但是我刚刚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在西班牙，是在美国家门口，也就是美国其实说真的，如果他今天要制造一个任何的一个可以的那个让这个外界信服的这样一个借口，然后来对这些船进行登船逮捕等等，它其实像以这种非法那个石油交易上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起诉的这个罪状，因为你这种非法石油交易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走私嘛，对不对？走私的话，那对美国来说，如果今天你对我认定那种敌对的这样一个政体，然后实施了这样一个石油的输运我就认为你是对我是这个非友善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刚刚讲，有一地方就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边，古巴就在那里，然后它离美国实在太近，所以对于其他周边，刚刚你提到不管伊朗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鞭长莫及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国家如果这些影子舰队也的确是由他们的权益轮来进行的话，那对他们来讲，这些船东也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去选择避祸嘛，因为船被美国人扣了，人被美国人逮捕了，对船东来说麻烦的是他，对不对？理解。所以对照就是我们讲说石油禁运拿伊朗来看因为他们长期遭到西方石油禁运，尤其是以美国为主那从2025年12月呢，因为通膨问题就引发了在内部的经济危机，那更可能演变成现在是全国的政治抗争。
美国的如意算盘当然就是希望从内部能够造成它的内部政权不稳，甚至被推翻。好，那根据这个能源数据公司刚才也提到这个 Kepler 他们的资料呢，显示古巴现有的石油库存呢是足以支撑15天到20天，燃料及发电用油现在因为这个被禁运，可能会双双告急，全国现在几乎陷入每天停电的状态。那其实，在古巴这边，美国啊，在1961年曾经用军事行动，它军事介入古巴，却惨遭失败。当时是美国支持一支1400人左右组成的一个反政府突击旅去登陆古巴的朱罗湾，结果最后是全军覆没。当时呢，也被称为是朱罗湾事件啊。所以，如果现在照着川普的如意算盘，他希望古巴政府倒台，钟老师，但是又要避免当年。虽然说现在时空有转换，可是为了避免当年的朱罗湾事件要重演，因为这是美方所不乐见的，战略上会如何调整？在讲到朱罗湾事件的时候，我必须提醒啊，那时候总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甘乃迪总统啊，那所以其实在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要政权转移？然后川普到底会做出怎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主要2个很大的一个观察点可以来看。第一个，当然就是总统个人。甘乃迪总统，当然就是相较之下，我们是老牌的政治人物，他对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互动啊、规矩，他潜规则他都是还有点对。川普的话是完全没有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之前就很清楚的就讲，现在。能够限制他在国际上面的行为，只有他自己。国际法那些都完全不是他的考量，而且不只是规矩啊，连道德都没有。对，所以他舆论他也不在乎，所以他只是就是要达到他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是可以就是说，你假如想说，在那时候纯粹是个人的这种。假如是我们比较这个甘乃迪总统跟川普总统这2个人的这个人格特质，还有他们从政的这种风格上面，我觉得这当然就会影响到很大。简单的来讲，他会比甘乃迪更敢干。美国的军事实力没有问题，在那个朱罗湾事件1961年的时候，就像美国现在还是一样超强，没有问题。所以我说这个可以值得观察是第一个，点是领导者的人格特质。第一个是总统的这个 leadership 的个人的，第2个是什么？国际环境。在1961年的时候，朱罗湾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整个冷战的高峰的时候，所以美国在进行对所谓的这个国外的干涉，即使是在他门口的古巴，他也是戒慎恐惧。所以你可以看所谓的军事干预，它主要是什么？它是协助所谓的古巴的流亡人士所组成的那1500人。不到超过1500人的军队，然后来登陆。美军只是从旁协助，美军甚至于主要还是由 CIA 这个中央情报局在后面推动。美国没有说真正是说冲在美军冲在前面，所以这是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所以为什么这个川普对这个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这根本是。unthinkable 的这个事情，可川普就这样干了。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只要是要从纯粹透过军事力量的碾压，可能川普或许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完全不顾舆论、不顾国际法、不顾，而且他觉得中国跟俄罗斯现在是他可以拿捏的嘛，他2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嘛，不是吗？所以他而且他已经讲了，美国就是。这个所谓的西半球，这个美洲就是我的势力范围，所以我现在在我的势力范围要整这个古巴，从冷战以来给我们美国吃很多苦头的，所以我想啊，你在考虑到这个最新的这个委内瑞拉，还有其实之前美国其实在格瑞纳达还有在巴拿马都做过类，只是那时候其实美军都是希望就是能够有所节制，不会是说完全真的就是梭哈下去这样干。那所以在这一次在朱罗湾事件的时候，其实美军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所谓介入，主要是 CIA 的在后面提供，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后勤的这些资源。所以这一次，假如川普要干，现在没有办法组织1500人的这个反抗军。不过川普的这决心，我们是可以看到，他已经说，Rubio 你古巴人，你可以将来当古巴总统，他不是这样讲过吗？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要小看川普的决心啊，因为特别是现在美国期中选举啊，可能很快就要来了。假如真的能够把古巴的事情啊，从
英明的甘乃迪总统都没有办法解决，在他老川的这个手头之上，竟然能够把古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权啊，真正就是把它摘除掉，然后所谓的放置对选情有帮助。对，这纯粹就是对美国的这个选情，这是他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您刚才也提到说，国务卿 Marco Rubio， 其实刚才孝瑋兄也提到哈 ，Rubio 其实他就是古巴流亡的人士的后代哈，所以他也是对于这个古巴现在执政的共党政权是除之而后快。但是究竟能不能够真的如美国所预期的，现在的石油禁运让古巴妥协，就等接下来看如何观察。我们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这一趴的重点还是在中南美洲哈。我们来看的是巴拿马最近有一个事情啊，最高法院在1月29号，他们判决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啊，就是长和集团啊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缩写是 PPC， 它所持有的运河两端港口，太平洋入口的巴尔博雅港，还有大西洋入口的克里斯多巴港。那2个港的合约都是违宪的，就相关的契约被最高法院判无效。PPC 呢，从1997年开始啊，就经营这2个港口啊，这2个港口其实是非常重要，有非常大的转运量。那合约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延期，再往后延25年。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呢，是宣布延期25年，这个当初所定的协议，这个合约呢缺乏合法程序，所以呢构成违宪。中方已经由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0号回应，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中方企业的权益哈。这个时候突然被判是违宪，还是从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个合约是违宪的哈？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巴拿马现在这个时候，因为碍于刚刚讲说在中南美这边的地缘政治考量，所以选择先站队，是这样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跟川普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1997年当时的这个长江和记实业，这个是李嘉诚的公司嘛。那97年的香港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地方，就是虽然回归了但是它并没有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分支部分。那个时候，我相信全世界对香港的经营应该没有感到太不放心。那他当时签了25年，25年就是到2021年的年底。理论上，其实巴拿马是可以拿回来重标，可是也蛮奇怪，就是巴拿马就直接续约25年，这听起来也不太合理但是这里面我说有一些蹊跷的原因，是因为李嘉诚的这个集团应该是闻到了味道不对，所以在2025年的3月，他主动说我的股权，我现在经营巴拿马的这个经营特许权，我要卖给美国的这个贝莱德公司 BlackRock 公司贝莱德对，结果这个公司后来这个被中共说不行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阻止了以后，我看美国如果在那时候已经川普执政，我觉得川普应该不会对这件事情善罢甘休，因为美国一年的总航运，它的总货轮有40%的船要经过巴拿马运河，所以川普对这一条河是非常 care 的，他不是还说还要收回这条河，那怎么可能会落入中国的手里？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后面是有一个运作的逻辑，让美国应该是有对巴拿马施压，然后巴拿马又顺势觉得你做这个自动让你延期这件事情应该是违宪，而且这个公司积欠了巴拿马政府12亿美元的税金，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就拿到了这些把柄之后，他就把这个经营权给收回来，而且妙的是，他目前给暂时来经营这2个港口的公司是丹麦。这个丹麦最近跟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也处不好，我觉得美国有一点放这个利给他，就马士基公司，它是属于丹麦，所以我说这里面为什么有一点点玄机，因为你从这个轨迹看起来太不合理了，怎么刚好是丹麦？全世界这么多公司，下这整盘棋的，我认为是川普政府，我认为是川普，对 ，OK， 有这个影子在哈，对，看起来好。那现在中方已经由他们的外交部先表达了初步的回应哈，就是
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中方企业的权益。但现在大家也在问的是说，北京方面既然对这件事情开始重视了，那所谓的采取必要措施，要确保中方企业的权益的话，它初步可能会有哪些反击的手段呢？这我听起来啊，就好像是国内政治人物被整的时候，他说我保留这个法律权利一样啊。这当然这讲的话是空话了，我个人觉得是空话。那有没有什么实质手段？当然，所以说讲是空话，可是当然他一定会有具体的这个反制。先表明态度立场。对他先表明，就坚决反对。我在中国的一个态度，基本上是先把这个立场先讲出来。当然做法，当然绝对是我们可以，他绝对会有很多管齐下。怎么讲？第一个当然是纯粹从希望能够是不是在法律上面，虽然已经被宣布违宪了啊，是不是在所谓纯粹在这个在所谓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体系，就是巴拿马国内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透过他在这个巴拿马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有没有翻盘的一个机会？那当然，第二个还是一样，法律就是从国际法上面来讲，你可不可以就等于是说你等于是说透过自己国内片面的这个宣布，然后来推翻所谓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合约。当然，这实际上面合约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想这就留待法律上面去谈。不过我就是说，像这一件的这个事情啊，以前都没有宪法的问题，但怎么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就会有宪法的问题嘞？对，所以这就很明显的是什么？这不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纯法律的这个，不是单纯的商业，或者是说在法律上的争议。所以这根本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所以这时候当然就是你只要是所谓依法来讲的话，这就有空间，不管是先从这个巴拿马的国内，以及在国际法，它可以从法律上面可以双管齐下。当然，第二个也是透过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影响这个巴拿马的这些国内的这个政治人物发挥。不是有那个，我记得不是之前他把那个什么牌楼倒了，把它拆掉，然后又中共抗议之后，马上就再盖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二个当然就是透过中国在巴拿马的这个影响力啊，在国内政治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希望看看是不是能透过政治的力量啊有所翻盘。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什么，以拖代变啊。我经常讲，川普啊，就像是疯狗浪一样啊，无可预期，而且坦白讲，那可是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那假如能够透过以拖代变，譬如说这种透过法律战的这个方式，把时间拉长，拉到说不定美国期中选举完，川普就马上被弹劾嘛，不是他自己说，那只要输掉的话，他可能就马上就会面临弹劾。那即使不是在今年，那在所谓的川普在剩下的这个3年的这个任期，反正就是打法律战，把这个所谓的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然后用这种拉长的这个时间，我相信啊，美国的就是川普的，即使是共和党，即使是凡是上来了，我想也不至于是说会像川普这样子，这种完全是我说完全不可预期，而且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这国际法以及国内法，你看他想要宣布紧急状况，他就宣布紧急状况。这就是我想问老师的，就是像这种单纯，比如说是商业或者说合约，这个契约都已经明定好啊，甚至包括说我们到期了，然后往后再延25年，它单纯的可能只是一个商业上，但现在不可能这么的单纯，它已经有了政治力，而且是国际政治力的介入哈，这是合理的吗？是，这当然。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啊，这就是很摆明的，就是很现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是说，其实法律上面法律你本来就是可以从正面跟反面，甚至于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法律的漏洞，还有你本身的这个延长的这个期限。更何况当初这个我记得是卡特总统任内的时候，把巴拿马运河交还，就是交还给巴拿马，这有一些条件在里面。是理解。所以在这些条件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我就讲，在川普上台之后，而且川普那么强势的，我们看他从去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于到现在的刚公布的上礼拜就是前阵刚公布国防战略军事有关美国战争部，他都不断的在提巴拿马。那所以其实川普这样，他甚至于就是说，
他搞不好就是会说，哎，你这个违反当初我们美国要交给他，甚至军事占领，再回去军事占领都有可能的，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其他国家的看法。这个地方对他来讲是必拿的一个据点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时候透过宪法的方式啊，反而是给巴拿马政府啊比较还有面子啊。对，不是说我到时候我直接派兵我就把你占领掉。所以接下来要观察重点就在于说，这个巴拿马运河哈，其实它是攸关于中美两强，我们讲 G2。不只是在经济利益，还有包括更重要的是战略关键地位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哈。所以两强在巴拿马运河上的竞争，接下来要如何博弈啊？我们先拉回到这个事主哈，这个公卿变事主，那事主当然就是长江和记黄埔的这个实业集团，那也就是李嘉诚哈。对于李嘉诚来讲，是解套还是被牺牲？你觉得？对李嘉诚来说，毫无疑问他是被牺牲了。那当然，对于这个违宪判决，对于巴拿马政府来讲是解套。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面对川普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然后因为其实川普认为就是巴拿马把今天等于算是把这个巴拿马运河包租给了这个长江和记实业，其实已极度不满的。那这个时候，今天以巴拿马角度来说，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压力，我先宣布你这个合约违宪，好，即便你在后面可以像老师所说的进到这样的法律战的这样的阶层，至少我对你美国在态度上有个交代。好，我态度上先跟你有交代某种程度来说，可能可以避免美国进一步提高下一步这个行动的可能性，因为毕竟川普现在很忙嘛，川普现在要忙的这个问题这个很多可能不见得一时半刻有时间可以分神过来对付巴拿马。